大家好，欢迎来到学识 Plus。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主题是容易发胖的人的共同特征。从科学的角度来解释为什么有些人更容易发胖，相信大家都对这个话题很感兴趣。毕竟没有人希望自己发胖。长期以来，许多医生和研究人员一直在提醒着我们，肥胖对健康的危害极大。肥胖不仅仅影响我们的外貌，还会显著增加多种健康的风险。研究表明，肥胖与2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以及某些癌症有着密切的关联，对健康有着深远的负面影响。与肥胖直接相关的疾病包括糖尿病、高血压、血脂异常等生活习惯病。此外，肥胖与代谢综合症也有很强的联系，这些疾病往往会相伴出现。而一旦肥胖得不到有效控制，它会加重这些生活习惯病，损伤血管，使血管变得脆弱，进而引发动脉硬化。而动脉硬化可能进一步导致心肌梗塞或中风等严重的后果。因此，虽然为了改善外貌而减肥是很常见的动机，但更重要的是为了在未来的长寿时代保持我们身体的健康，这使得减肥显得格外重要。在决心减肥的过程中，调整饮食结构和保持规律的运动无疑是关键。然而，许多人可能会因为工作繁忙，觉得自己每天做饭或定期锻炼难以坚持。所以，我想给大家介绍一种通过消除导致发胖的共同特征来应对肥胖的方法。虽然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不容易，但停止一些不良的习惯则相对简单，也能有效帮助我们控制体重。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2个部分：第一，容易发胖的人的共同特征；第二，有效缓解压力的方法。首先是第一部分，容易发胖的人的共同特征。第一个特征，压力导致的肥胖。我先讲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吃的太多会导致肥胖。听到这里，大家可能会想，这不是谁都知道的常识吗？但关键的问题在于，为什么我们会吃的太多？了解这个原因并找到相应的解决办法，能够有效地帮助我们避免暴饮暴食。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我们摄入过多的食物呢？答案就是心理压力。相信大家都经历过这样的情况：当面临压力或遇到不愉快的事情时，可能会不自觉地通过吃东西来舒缓情绪。许多人都有过暴饮暴食或过量饮酒来暂时逃避压力的经历。研究表明，我们确实有通过饮食来缓解心理压力的倾向。在现代社会，压力几乎无处不在，而随着肥胖人群的逐年增多，压力与肥胖之间的关联也变得越来越明显。科学发现，压力导致的肥胖主要有2个机制：一是压力诱导的暴饮暴食，二是压力引发的脂肪堆积。这些机制不仅在动物实验中得到了验证，在人类的研究中也有相应的发现。当我们感受到压力或产生负面情绪时，即使肚子并不饿，也会显著增加摄入食物的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倾向于选择高糖高脂的食物。大家可能也经历过，在遇到不顺心的事时，我们往往会选择快餐或加工食品。相比30年前，如今社会的人面临的压力更大，肥胖的人数也随之上升。正如之前所提到的，压力导致肥胖的第一个机制是压力诱导的暴饮暴食。对此，相信大多数人都有深刻的体会，因此在这里不再进行详细讨论。让我们主要讨论一下压力导致肥胖的第2个机制——压力引发的脂肪堆积。当我们感到压力时，身体会分泌一种名为皮质醇的压力激素，这种激素会直接导致内脏脂肪的增加。皮质醇不仅使我们摄入更多高热量的食物，更糟糕的是，它会直接促进内脏脂肪的堆积。那么，为什么皮质醇会导致内脏脂肪的增加呢？我们人类的祖先在面临生存威胁时，需要迅速获取大量的能量，以逃离猛兽的攻击或者与敌人进行搏斗。内脏脂肪不仅能快速分解为脂肪酸，还能直接作用于肝脏，为身体提供迅速燃烧的能量。这种适应机制在过去是有益的，但在现代社会，
过多的内脏脂肪已经不再是身体的财富，而是一种负担。需要指出的是，我们人体的体脂肪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覆盖全身的皮下脂肪，另一种是围绕内脏的内脏脂肪。皮下脂肪主要保护身体免受外界温度和压力的影响，而内脏脂肪则负责固定内脏的位置。当内脏脂肪过多时，我们的腹部会隆起。在这两种脂肪中，内脏脂肪更具风险，因为它比皮下脂肪的活性更高，会分泌多种对身体有害的物质，因此内脏脂肪型肥胖的健康风险更高。研究显示，男性更容易堆积内脏脂肪，导致腹部的肥胖，而女性则更倾向于积累皮下脂肪，使身体显得较为丰满。总的来说，肥胖人群普遍存在的一个特点是心理压力。压力通过诱导暴饮暴食和增加脂肪堆积，尤其是内脏脂肪的增加，最终导致了肥胖。很多人可能没有意识到，解压在减肥过程中也是一个重要环节。因此，除了调整饮食和坚持运动，减肥时学会有效解压同样至关重要。接下来是第二个特征，睡眠不足导致的肥胖。研究表明，睡眠时间短的人 BMI 身体质量指数往往会逐渐上升，这里的原因有很多。首先，睡眠不足会增加皮质醇的分泌，而皮质醇会直接导致内脏脂肪的增加。此外，睡眠不足还会减少瘦素的分泌，瘦素减少会让我们产生饥饿感，而睡眠不足还会增加饥饿激素为饥饿素的分泌。许多人认为自己的食欲可以通过意志力来控制，认为无法抑制食欲是因为意志力不够强大。然而，食欲的控制并不是单单靠意志力，而是由瘦素和胃饥饿素这两种激素所主导的。瘦素向大脑传递我吃饱了的信号，而胃饥饿素则引发强烈的饥饿感。当睡眠不足时，瘦素减少，胃饥饿素增加，这会导致饥饿感的上升，这使得依靠意志力来抑制饮食变得非常困难。很多人可能经历过无法控制食欲的情况，这实际上是激素失调的结果。因此，在睡眠不足的情况下，意志力往往会无济于事。研究显示，即使是同一个人，在睡眠时间减少后，食欲也会显著增加。这种由于睡眠不足导致的激素失衡，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如果您发现自己难以控制食欲，可能需要先检查一下自己是否缺乏睡眠。如果在睡眠不足的状态下尝试减肥，成功的几率会非常低。因此，我建议您首先确保有充足的睡眠，然后再开始减肥计划。接下来是第二部分，有效缓解压力的方法。在前面，我们提到容易发胖的人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心理压力过大，因此不能积压过多的压力。接下来，我将给大家介绍3种有效的减压方法。首先是第一种减压方法，做园艺活动。大家知道吗？园艺其实可以有效减压，许多研究都证实了这一点。在瑞典进行的一项为期12周的园艺课程实验中，参与者普遍发现自己的日常压力显著降低了，病假率也随之减少。此外，园艺活动还可以改善抑郁症状。专注于园艺能够分散人们对担忧的注意力，让他们不再过于执着于自己的问题。在这项实验中，受试者参与了12周的园艺活动，结果显示，他们的抑郁症状得到了改善，情绪变得更加积极，注意力也有所提升，社交能力得到了增强。当我们专注于园艺等活动时，实际上获得了类似于正念冥想的好处。正念冥想被广泛认为能够减压，通过专注呼吸来抑制大脑中负责恐惧和焦虑的扁桃体的活跃度，从而缓解压力。有研究表明，定期进行正念冥想甚至能减少与压力相关的基因表达。同样的效果也可以通过专注于园艺等活动来实现。此外，园艺还能促进幸福激素催产素的分泌，这种激素能消除压力，带来幸福感。例如，在养老院中，安排住户每天照顾植物的小任务后，他们的幸福感
明显提升，死亡率也降低了一半。研究人员推测，这些效果与催产素的分泌密切相关。因此，大家可以考虑通过园艺活动来释放压力，享受它所带来的身心益处。接下来是第二种解压方法，与动物互动。研究发现，与动物接触能够增加体内的血清素和催产素。对于那些在与人交往时感到压力的人来说，宠物疗法被证明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减压方式。在卡罗林斯卡研究所的一项实验中，10名受试者与自己饲养的狗互动了60分钟。随后，研究人员检测了他们体内的血清素和皮质醇水平。结果显示，催产素水平较低的受试者更频繁地想要抚摸狗，并且在互动后反应明显。狗被认为是具有极高疗愈效果的动物之一。在美国，越来越多的医疗机构开始采用宠物疗法，而在德国，超过90%的医护人员认可动物的疗愈效果。养狗不仅能激活催产素的分泌，早晚遛狗的习惯也能促进户外活动和日照，从而增加血清素的分泌。此外，养宠物有助于培养规律的生活习惯，进一步有利于身心健康。许多研究表明，相比不养宠物的人，养宠物的人的压力和焦虑的水平更低。因此，如果您住在允许养宠物的公寓里，养一只宠物可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最后是第三种解压方法，运动。运动是一种简单、经济且有效的解压方式。在运动过程中，皮质醇水平可能会暂时升高，但运动结束后，皮质醇水平会保持在较低状态，从而减轻一天的压力。此外，运动还有助于燃烧体内脂肪，增强肌肉和肝脏对胰岛素的敏感性。解压运动并不一定需要剧烈的锻炼，简单的散步也能显著减少压力。2014年的一项针对330人的研究表明，每天30分钟的步行能有效降低全身的压力水平。实验让受试者在早晨或傍晚每天步行30分钟，持续12周，测量他们体内的炎症水平。结果显示，步行可以减少体内炎症，而炎症水平与疲劳和压力密切相关。因此，每天30分钟的步行有助于缓解压力。另一项研究还发现，步行对提高注意力非常有效。当你感到压力时，不妨选择运动，把散步作为日常习惯，这样压力自然就不会积累过多。定期运动是维护身心健康的重要方式。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